到处会。今天面试失败了，我很高兴。今天想要录一期手把手教你面试，因为我们小说第4期有说到沈远昌他是一个面试白痴，因为他打电话，我在旁边听，我整个人就尴尬到浑身扭曲的那种境地，然后真的不会面试官不要你，啥呢在说的？我觉得这个还可以。今天我这个面试王者就要来手把手教他面试。首先自我介绍，你那个自我介绍我就听不下去，在说点啥呢？言简意赅，挺好的。然后你说完之后，那个人就说啊没了，你再复述一遍。我说你好，我叫沈远超，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电视摄像专业。然后我还说了什么来着？就在说了一下工作经历，之前在哪个单位担任什么样的岗位，然后就好了。不然还要说什么？这个面试只有2个问题，第一没有指向性，你没有指向这个工作单位招你所需要的特质，是一个通用的自我介绍，但是你没有说到人家面试官的心里，你要针对每个公司它的自我介绍方向是不一样的。2，你的自我介绍没有让人记住你的脸，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自我介绍你要说。追找一下自我介绍。你看，你需要自我介绍都比你介绍的会。那我下次我也在那边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说出你的梦想。好可爱，我的脚。首先呢，你要说你好，我叫沈远超，你可以说我的眼是飞龙在天的眼，毕业于中央传媒学院摄像专业，所以我对摄像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那我有问题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这个视频看到大家都不会招你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因为他面试的是短视频编导这样一个职位，那么你就要告诉他任何这个职位的所有点。然后呢，我毕业之后从事了导演这个职位，所以说我对内容方面会有比较深的见解，或者是怎么样理解什么的。对我做短视频又有了什么样的好处？你所有的事情都在加强人家招你的原因。OK。然后你再说啊，你导演了哪些节目啊？对节目这种是加强别人对你导演能力的认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说第2份工作啊，我参加了直播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，如果你们想做直播啊，我也有相关的经验，什么什么。啊，最后你可以说，对我还有电商的经验，整套流程我都是熟悉的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加强这份工作需要的那些点，其他不重要的你就不用说了。最后最重要的记忆点，我现在是一名短视频博主，我有24万的粉丝。你这个话一说出来，人家就记住你了呀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那我为什么不说我女朋友有200多万粉丝呢？这样你说的话呢，人家就觉得你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说，那不是女朋友是我的呀，跟我当然有关系啊。大错特错，人家就会觉得你说的所有的点不在于你自身。他会觉得你很明显的是在摘取别人的功劳，就是我们面试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些我没有干过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常用的点，然后面试官很容易戳穿。那我要怎么样就很高端的不动声色的分享一点你的功劳呢？我女朋友有200多万粉丝，你可以说参与过100万博主的内容创作和拍摄，所以我对短视频方面有很多的经验，然后我见证了他们的运营是孵化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很多的生活服务，比如给你做饭。你看你自己说又不专业了，又是倒地出门的理由。然后呢，面试官就问了他一个非常难的问题：如果把我们这个 IP 做起来，他就说我想一下，讲了半天，然后你那边胡说八道一通，不知道你说了什么。蛮诚实的，因为我确实一下子没想好，那咋办呢？这就是教你的第2点，遇到你回答不了的问题，你就反问回去，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大。他说你怎么把我的 IP 做好？你首先你就可以问他，你想做哪个平台？抖音、微博、B 站还是视频号？做平台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你可以反问回去。他在回答你的过程中，你自己在那边构建思路。你直接回答一个 IP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，你肯定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你怎么把 IP 做出来？你刚才怎么说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跟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关系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这也是一个细节，在做事的时候，老板给你安排一项任务，你肯定要问清楚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再去做。他如果说除了做哪个平台，你就可以跟他聊这个平台的特性。比方说 B 站，它是这种长视频式的，它是一种故事性的。那抖音其实它就是一个超快的15秒、20秒。抖音重在煽动你的情绪，让你哇快速的刷过，然后投放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抖音是在推荐页，直接你刷着刷着就到了。B 站是需要别人关注你，你就可以跟他聊特性，然后你跟他聊完之后，他会觉得，哎，你这个人还挺懂的，可以跟你更深入的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，如果你们想做一个这样的话，哎，我们可以从哪个方向走，不同的平台有走不同的方法。你可以把4个平台的特性背出来，包括它的受众什么全部背出来，任何问到这种问题，你都可以往上套，对不对？专业。找面试短视频的，跟短视频相关的啊，这期一定要看。那我不是又难了，多了很多对手。第3个，他还问了我，就是对于直播这一块有没有经历过？你有经验的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我当时就说的很详细啊。首先我联系场地，联系一下技术人员，然后联系主持人，各种，就说的很详细嘛。这种我就无语了。大家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的时候，要把自己工作说的系统化、高大上一点。你现在就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个联系场地的人，你就不能说负责统筹，负责嘉宾对接。你联系那个人是不是对接？我就负责联系一下场地，联系一下主持人，相当于你什么都没干。确实，现在感觉像个助理一样的。哎呀，明天过来直播一下啊。第3就是总结你干的事情，把它系统化、高端化。这就顺便说一下第4吧，你的用词的话术也要更加专业。就比方说你谈到那个直播吧，常常问他食品类的那个直播怎么做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，你说一下你干了什么？就是给那个奶就做了个实验。对，做一个实验想表达什么？好的奶跟坏的奶，就是可以通过那个实验就可以辨别出来。好的奶的话，你就是在那放着，它自己会有一层就是奶皮，这种的奶的话，它就质量会好。你看这样一个说法，面试官听了会不会觉得就是很 low？我要听你说奶皮吗？你要总结出2个点，第一，要让食品的味道可视化，我们尝不到，我们只能看到，你就要做出它是一个非常好
好吃、非常好喝的食品，一个非常好吃、非常好喝的食品，你要让大家看到它，要看见它的好吃好喝，看到它的味道。第二，给观众做科普，是不是你刚说的那个奶皮好坏的问题？观众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牛奶，坏的牛奶，那么你就在你的视频里教他科普他哪个是好的，哪个是坏的，然后我这个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总结一下，不会吗？会吗？不会吗？不是很会，记错了，没事，下次就会了。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那些，你心里有储备了，有几个可以说的点了，那就好办了呀。第五，他无论问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转化成你自己准备好的，你自己经历过的，就跟我们高考写作文是一样的。他无论什么主题，我都可以套到我写过的主题。是不是？就比方说你想卖货，视频要怎么做，你就可以又可以说了，哎，那要看你是什么品类，比如是食品的，我要怎么做？哎，就进去了，你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可以问他你想在哪儿卖货？哎，你在抖音卖货，你在别人问，我们刚准备的问题是不是又可以说了？他无论问什么问题，你都转化成你自己准备好了。简单啊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，那他还能问什么问题问到你？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就在我面试前先说一下这件事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们还没说完啊，别着急。就是有些事情实在是确实不是你干的，比方说问什么问题呢？比方说这种新媒体运营，你也投了是吧？ Yeah. 对，这是第6点。如果真的遇到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要如实回答，但是你后面一定要加但是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见解。就比方说，等会你那你有没有相关运营的经验呢？没有。但是你就要说，运营方面我确实没有正式的从事过这个岗位，但是我作为一个博主，我有自己的运营，我很熟悉这一套的运营流程，并且我可以站在博主的角度，更加知道需要怎样的运营。你一定要把这个劣势转化成优势，你自己的优势。OK， 你就说为了这几招，你面试还有什么面不过的？还有什么面不过的？回答不了的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你当时面试在我旁边，我听了之后才发现了有这么多的问题。那我面试不好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那我万一下次面试还没过，你负责了？那你要熟背啊，并且这些只是面试进行时你可以做的一些反应，前提是你必须要做好功课啊，你要了解这个公司啊，你要熟读它每一条招聘的要求，并且把自己带入进去，所有的要求。他要找运营，你真的只用这种话去回复他，你就可以了吗？你现在就要去学习怎么运营，那些什么运营课赶紧报一个，看着功课一定要做好。那这是我刚刚说的，只是一些面试回答时的技巧而已，你自己本身还是得优秀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就这样吧，学到了吗？学到了，一定要找到工作。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，请给我一个1键三连。请给我一个工作啊，给他工作也是可以的啊。那个老板可以给。对，有没有老板招人的？我直接去。老板看看我。老板肯定应该是想招我吧？我全能啊，我能做饭，我还会开车，我还会骂人。你说还有人招你吗？你别说，赶紧别说。我会做饭的。拜拜。